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参议院僵局持续，美国政府关门导致乌克兰武器交付暂停。据 RBC 减乌克兰援引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政府关门已导致乌美武器交付谈判被迫暂停。10月1日起，因共和党与民主党未就预算达成协议，数十万联邦雇员被迫休假，原定的乌克兰军事援助及无人机合作谈判被搁置。特朗普经济顾问估计，政府每周将损失150亿美元。此次关门对乌克兰影响格外严重，多个计划前往白宫的乌方代表团正重新审视计划，其中包括一项乌克兰向美国出售自产无人机的重大协议。这与2022年拜登政府时期对乌军援的坚定支持形成鲜明对比，凸显特朗普执政下美乌关系的微妙变化。这场政治僵局将对美国的国际信誉和盟友信任产生什么长远损害？国际关系专家指出，频繁的政府关门正在削弱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形象，特别是在关键军事援助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可能促使盟友寻求多元化安全保障。2. OMM 主任 Russ Vought 领导特朗普政府关门期间的机构削减。据 BBC 等媒体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 Russ Vought 正在政府关门期间一意孤行推进联邦机构大规模裁员计划。10月1日，美国政府部分停摆后，特朗普政府未选择尽快恢复运转，反而将关门视为机构重组良机。Vought 领导的 OMM 已制定详细裁员清单，计划在关门期间对多个联邦部门实施永久性削减。这一做法打破了以往政府关门后迅速达成妥协的惯例。2018到2019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35天关门最终以妥协告终，但此次态度更为强硬。分析人士称，这是自里根时代以来最激进的联邦机构改革尝试。这种将政府关门武器化的做法将给美国公共服务体系带来什么不可逆转的冲击？公共管理学者警告，大规模裁员可能导致关键政府职能瘫痪，从食品安全监管到气象预报等民生服务都将受到长期影响，且专业人才流失后难以恢复。3. 科学家利用人体细胞开发活体计算机。据 BBC 报道，瑞士 Final Spark 实验室的科学家正在将科幻变为现实，他们成功从人类皮肤细胞培育出微型大脑类器官，并将其用于生物计算。这些活体处理器由数万个相互连接的神经元组成，能够通过多巴胺奖励机制进行学习。研究人员发现，人脑仅需20瓦功率，低于灯泡，能效却比硅芯片高10亿倍。澳大利亚公司 Cortical Labs 已在2025年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展示商业化产品 CL1， 这是全球首台用真实人脑细胞运行 AI 模型的生物计算机。这与传统硅基计算完全不同，细胞可实时学习适应，展现出类似生命的智能特征。这项技术将如何重新定义人工智能的边界，并引发哪些伦理挑战？神经科学专家认为，生物计算机可能彻底改变药物研发和脑疾病研究，但同时必须建立严格伦理框架，因为这涉及培育具有类脑功能的活体组织，触及人类意识本质的哲学问题。4. 人工智能女演员蒂莉·诺伍德引发了对人类演员的担忧。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荷兰制作公司 Particle 6旗下 AI 部门 Zekoya 创造的虚拟演员蒂莉·诺伍德正在好莱坞掀起轩然大波。9月底在苏黎世电影节首次亮相后，这位 AI 生成的伦敦女演员即将签约经纪公司，成为全球首位拥有经纪人的虚拟演员。艾米丽·布朗特在接受综艺采访时看到诺伍德照片后惊呼太可怕了。美国演员工会 SAG-AFTRA 更直言 AI 角色不是演员，这与2023年演员大罢工时工会为保护人类演员权益的激烈抗争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他们争取到了 AI 使用限制条款，如今却面临更直接的职业威胁。创造者范德维尔登辩称这是新画笔，但批评者指出诺伍德明显融合了瑞秋·齐格勒、詹娜·奥特加等真人女演员特征。这场争议将如何重塑演艺行业的未来，并改写人类创造力的定义？
娱乐产业分析师警告，虚拟演员可能导致中低成本制作大量替换真人演员，不仅威胁数十万从业者生计，更可能削弱表演艺术的情感深度和文化多样性，最终损害整个行业的创造力生态。5. 巴西外交部支持美国加沙和平计划，呼吁两国解决方案。据环球网援引多家媒体报道，巴西外交部10月初正式表态支持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加沙20点计划，呼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持久和平。9月29日，特朗普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后宣布该计划，核心内容包括72小时内释放所有人质、以色列逐步撤军、建立国际稳定部队等。哈马斯已于10月3日提交回应，表示愿意通过调解方进行谈判，这标志着巴西外交立场的微妙转变。2024年10月，巴西曾主导联合国安理会停火决议，却因美国行使否决权而未通过，当时双方立场针锋相对。如今巴西转而支持美国方案，反映出拉美大国在中东问题上寻求务实路线。这场已造成超 6.6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持续2年的冲突，能否因这份计划真正迎来转机？中东问题专家指出，尽管多国表态支持，但该计划能否落实仍存巨大不确定性。关键在于以色列是否真正愿意撤出加沙，国际社会能否提供足够安全保障，以及巴勒斯坦内部派系能否达成共识。6. 尽管人工智能具有革命性潜力，但大规模投资引发了对潜在泡沫的担忧。据环球网援引多家财经媒体报道，全球 AI 投资热潮正引发越来越多泡沫警告。10月4日，资深策略师公开表示 ，AI 泡沫的破灭会在 AI 普及之前到来，而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则承认这是好的泡沫，即便破裂也会带来长期价值。阿里巴巴董事长蔡崇信在汇丰峰会上直言，美国 AI 数据中心建设已现泡沫苗头，很多项目还没找到明确客户就开始募资。高盛因此下调2025年 AI 训练服务器出货量预测。IDC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企业 AI 支出将达3070亿美元，到2030年累计贡献19.9万亿美元 GDP 增长。这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疯狂投资如出一辙。当年纳斯达克崩盘 78%， 但最终催生了今天的数字经济。分析师指出 ，AI 芯片、服务器、光模块等上下游产业市值飙升，已脱离基本面。这轮万亿级投资狂潮是孕育未来，还是重蹈2000年覆辙？经济学家认为，即使短期出现估值修正，甚至泡沫破裂， AI 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积累仍将为社会创造长期价值，但投资者需警惕过度炒作和盲目跟风。历史表明，泡沫破裂往往淘汰 90% 企业，只留下真正创新者。7. 土星卫星土卫2发现复杂有机分子，展现出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据卫报等媒体报道，科学家对 NASA 卡西尼号探测器数据的最新分析显示，土卫2冰雨喷流中发现了多种由氮、氧组成的复杂新有机分子，使这颗天体孕育生命的潜力大幅上升。这颗直径约500公里的卫星表面被冰层覆盖，地下隐藏深达10公里的液态海洋。南极虎纹裂缝持续向太空喷射含有水冰和有机物的雨流。科学家此前已在喷流中发现氢气、二氧化碳、氰化氢等生命关键物质，而此次发现的有机分子比以往更大更复杂，很可能来自深海热液环境，这与地球数十亿年前生命诞生的环境极为相似。NASA 正在研制外星生物现存生命勘探者蛇形机器人，计划沿裂缝深入海洋探测。这一发现将如何改写人类对地外生命的认知，并推动深空探测进入怎样的新纪元？天体生物学家指出，土卫2已具备生命存在的3大要素：液态水、能量来源和有机物。如能证实生命存在，将彻底颠覆地球中心论，促使人类重新思考生命起源的普遍性，并加速载人升空任务的规划。8. 美国宣布哈马斯接受加沙停火计划，以色列准备谈判。据瑞典每日新闻等数百家媒体报道，10月3日，哈马斯向调解方提交对特朗普20点计划的回应，同意释放所有在押以色列人质，无论生死，并准备就其他条款展开谈判。
特朗普9月29日在白宫与内塔尼亚胡会谈后提出该计划，要求72小时内释放人质，以军逐步撤离，建立国际稳定部队等。埃及外交部4日宣布，将于6日主持以哈代表团会议，讨论人质交换具体细节。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中东特使已赴埃及协调，这与2024年5月拜登提出的停火方案形成对比。当时以色列接受，但哈马斯质疑方案被修改，导致谈判破裂。此次哈马斯率先表态释放人质，但以色列极右翼政府成员却称谈判是严重错误，内部分歧加剧。这场已造成超 6.6 万巴勒斯坦人和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的冲突，能否在各方利益博弈中真正走向和平？中东政治专家认为，停火协议能否落实取决于3大变数：以色列极右翼联盟是否会因反对谈判而导致政府垮台，特朗普政府能否对内塔尼亚胡施加足够压力，以及国际社会能否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机制。任何一环失败都可能让和平再次破碎。9. 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计划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据美联社等数百家媒体报道，欧洲多国10月初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10月1日深夜，西班牙巴塞罗那、意大利罗马、米兰、那不勒斯、葡萄牙里斯本以及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城市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以色列拦截全球坚定加沙救援船队。这是继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2年后，欧洲爆发的最大规模反战示威。与2023年10月冲突爆发初期，欧洲主流舆论谴责哈马斯恐怖袭击的态度截然不同。如今，随着加沙死亡人数突破 6.6 万，欧洲民意已转向批评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政府态度也趋于强硬，多次公开批评以色列违反国际法。这场持续2年的冲突如何彻底撕裂了欧洲内部的政治共识，并将对欧美同盟关系产生什么深远裂痕？国际关系学者指出，欧洲民意转向反映出西方社会在巴以问题上的代际分歧。年轻一代通过社交媒体看到加沙人道灾难，更倾向支持巴勒斯坦。这可能长期重塑欧洲对中东政策，并加剧欧美在该地区的战略分歧。10. 特朗普宣布与贩毒集团发生武装冲突，扩大战争权力。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2日，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机密通知，正式认定美国与贩毒集团处于武装冲突状态，将集团成员视为非法战斗人员予以打击。这一认定意味着贩毒集团在法律上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被置于同一级别。总统可绕过国会授权，直接动用军事力量。白宫发言人强调，此举符合武装冲突法，旨在阻止毒品流入美国。报道称，特朗普政府9月已考虑在委内瑞拉境内直接发动军事打击，并于9月30日召集全球美军高级将领开会，称美国面临内部战争，军队将协助国内执法。这与以往总统将反毒品问题交由执法机构处理的做法截然不同。911后，小布什政府曾扩大反恐战争权力，但从未将贩毒集团定性为战争对象。这一战争化操作将如何重塑美国国内治安模式，并对拉美国家主权构成什么严重威胁？国际法专家警告，此举开创危险先例。若总统可单方面认定任何组织为武装冲突对象，将绕过国会制衡机制，无限扩大战争权力，更可能为跨境军事行动提供法律借口，引发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危机甚至军事冲突。11. 特朗普的贸易议程针对大豆，影响美国农民。据 NBC 新闻等媒体报道，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正将美国豆农推向崩溃边缘。10月1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在10月底 APEC 峰会与中方讨论大豆问题，承认美国大豆种植户正遭受损失。今年1至8月，美国对华大豆出口仅略超2亿普式耳，而去年同期接近10亿普式耳。巴西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供应商，同期对华出口超20亿普式耳。美国大豆协会主席称，农民面临每英亩100至150美元的痛苦损失。堪萨斯州参议员直言，农民不能成为政治游戏的筹码。这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如出一辙。
2018至2019年关税战曾让大豆种植户损失占美国所有农民损失的70%以上，当时政府发放了230亿美元补偿金，但中国已持续减少对美依赖。美国大豆产业贡献 GDP 680亿美元，提供340万就业岗位，如今再次沦为贸易战牺牲品。这场一意孤行的关税政策将如何彻底摧毁美国农业根基，并引发中西部铁锈地带的政治反噬？农业经济学家指出，即使中美达成协议恢复采购，巴西、阿根廷已牢牢占据中国市场，美国大豆永久丧失份额几成定局。更严重的是，农民信贷违约率攀升，可能触发农村银行系统性风险，重演1980年代农场危机悲剧。12. NASA 研究星际彗星 3I Atlas， 考虑其不寻常的特征。据印度经济时报等媒体报道， NASA 正密切跟踪研究来自太阳系外的神秘彗星 3I Atlas， 其异常特征令科学界震惊。7月1日被发现后，哈佛天文学家阿维勒布团队测算发现它质量超330亿吨，远超同类彗星数十倍，且缺乏非引力加速现象，这意味着它可能不是普通冰雪彗星。哈勃望远镜7月21日拍摄显示，它拥有泪滴状尘埃碱，包裹着固态冰河，外层被二氧化碳雾气笼罩。10月3日，它最接近火星时 ，NASA 火星勘测轨道器、欧空局火星快车和 ExoMars 探测器同时对其拍照并分析气体成分。这是人类记录的第3颗星际访客，继2017年奥莫莫和2019年鲍里索夫之后，每个都展现出难以解释的特性。勒布称其为重大异常，它将于10月过近日点后消失在太阳光芒中，12月初重新出现。这颗质量异常、成分神秘的天体究竟是何种物质构成？会否改写人类对星际物体的基本认知？天体物理学家认为，若 3I Atlas 确实非传统彗星结构，可能是某种稠密原始物质，甚至外星文明探测器的理论将重新被讨论。其异常质量和运行特征已挑战现有彗星模型，未来几个月的观测数据将至关重要。13. 尽管政府关门，美国股市仍创历史新高。据美联社等数十家媒体报道，10月1日美国政府正式关门当天，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华尔街对政治僵局展现出惊人的免疫力。10月3日，标普500延续涨势，迎来年内第29个收盘新高。道指也在政府关门第3天刷新纪录。分析师指出，投资者押注停摆将是短暂的，对 AI 技术的狂热情绪压倒了对财政混乱的担忧。这与历史数据形成有趣对照，自1976年以来的21次政府关门中，股市表现参差不齐，平均几乎持平。但2025年的情况格外反常，当数十万联邦雇员被迫休假，政府每周损失150亿美元时，华尔街却在狂欢，标普500今年已累计上涨超20%。经济学家警告称，市场鸵鸟心态可能低估了长期停摆对消费信心和 GDP 的冲击。这种政治危机与市场繁荣的割裂景象，将对美国经济信誉和投资者理性判断带来什么深层危机？金融专家指出，股市上涨掩盖了严重结构性问题。AI 概念股推动的涨势极度集中于少数科技巨头，而中小企业和消费类股票承压。一旦政府关门持续超过2周，消费数据恶化，可能引发市场猛烈修正，重演2018年12月暴跌场景。14. 最高法院任期考验总统权力。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最高法院大法官任期限制问题正在成为考验总统权力边界的宪政焦点。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与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的蜜月关系引发激烈争议，法院频繁通过影子法令暂停下级法院裁决，为政府政策开绿灯，却不做任何解释。布伦南中心报告指出，法院在移民、LGBTQ 权利、关税政策等关键案件中偏袒特朗普的模式令人震惊。民主党推动大法官18年任期限制立法，试图打破终身制带来的战略性退休现象。保守派大法官选择在共和党总统任内退休，以确保继任者意识形态一致，这与建国之父设计的司法独立初衷背道而驰。更引发恐慌的是，特朗普多次暗示可能谋求第3任期。
而大法官巴雷特对此问题的模糊回应，宪法修正案就是那么说的，更让人不安。最高法院沦为党派工具的危险趋势，将如何颠覆美国三权分立的根基，并导致司法公信力彻底崩溃。宪政学者警告，若大法官任期改革失败，最高法院将继续被少数保守派把持数十年，可能推翻更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从堕胎权到投票权，美国社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宪政撕裂和司法合法性危机。15. 乌克兰情报部门报告称，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卫星数据，用于对乌克兰的打击。据乌克兰观察家报报道，乌克兰对外情报局10月披露重大指控，中国正向俄罗斯提供卫星侦察数据，协助其精确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情报官员亚历山德罗夫证实，中俄在卫星侦察领域高度协作，用于识别和侦察乌克兰战略目标。过去数月内多次利用该情报发动袭击，甚至包括外国投资者拥有的设施。8月21日，俄军精确摧毁了美国在穆卡切沃市的伟创力电子厂，该厂雇佣2600人，美方投资2450万美元。今年前7个月纳税超2.85亿格里夫纳。此前该厂从未遭袭，情报部门怀疑俄方获得了精准坐标。这一指控与中国官方立场形成尖锐矛盾，北京反复声称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中立，但报道同时显示，9月中国政府突然取消对俄铜镍进口的非官方补贴，今年上半年对俄石油进口下降11%，液化天然气下降13%，青岛港禁止老旧油轮停靠，重创俄影子船队。这场暗流涌动的复杂博弈将如何重塑中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三角关系，并引发北约对华政策的根本性转向？国际关系专家指出，若指控属实，中国将面临西方前所未有的制裁压力和外交孤立。欧盟可能效仿美国，对华实施军民两用技术出口管制，这将严重损害中欧经贸关系。但若中国加大对俄去风险力度，又可能引发普京对北京的战略不信任，中俄关系将进入微妙调整期。16. 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寻求全球合作伙伴，以扩展 AI 基础设施。据印度经济时报等媒体报道， 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正在全球掀起一场 AI 基础设施建设狂潮。10月初，他访问韩国期间，宣布与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合作，在韩国建设2座数据中心，并将韩方纳入8500亿美元的新门计划。9月，他在德克萨斯州视察 Oracle、NVIDIA 软银合资建设的17吉瓦级超级数据中心时透露， OpenAI 新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将超过纽约市和圣地亚哥的总和。他坦诚人们会做出一些愚蠢的资本配置，但强调既有人会过度投资亏钱，也有人会投资不足损失收益。这场横跨东亚和中东的融资之旅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前的疯狂投资何其相似，当年光纤公司大肆铺设基础设施，最终破产，但为今天的数字经济奠定了基础。奥特曼宣称 AI 将在2030年超越人类智能，2026年模型就会相当惊人。这场能源消耗堪比整座城市的 AI 军备竞赛，究竟是通往超级智能的必经之路，还是注定崩盘的金融游戏？能源与科技政策专家警告，全球 AI 数据中心建设已引发严重能源危机，电力需求激增可能导致电网不稳定和碳排放飙升。若 AI 应用未能产生足够经济价值覆盖巨额投资，大量项目将成为白项工程，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并阻碍可持续发展目标。17. 捷克右翼民粹主义者安德烈·巴比什赢得议会选举，可能影响乌克兰政策。据德国《时代周报》等数百家媒体报道，10月4日，捷克议会选举揭晓，前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不满公民行动以34.57%得票率大获全胜，将在200席议会中获得约69席。这位身价40亿美元的亿万富翁，前共产党员，在选举前数日公开呼吁终止对基辅的空壳支持，称援乌资金早就应该用于捷克自身需要。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第一时间发贺电称，欧洲正在觉醒，但巴比什面临严峻阻隔难题。捷克总统帕维尔已明确表态，将阻止任何反对欧盟整合的总理候选人，失败政党可能组成反巴比什联合政府。
这与2021年选举如出一辙。当时8比10的阿诺虽获最高票，但因其他政党联合而失去执政权。更戏剧性的是，8比10 9月刚宣布退出欧洲议会，自由派复兴欧洲阵营，转而与匈牙利欧尔班、斯洛伐克菲佐等疑欧派结盟。这场胜利会否引发欧洲疑欧势力多米诺效应，并彻底撕裂欧盟对乌统一立场？欧洲政治分析师指出，即使8比10无法阻隔其高票当选，已发出强烈信号，中东欧国家对无休止援乌支出的厌倦情绪蔓延，加上匈牙利、斯洛伐克已转向，欧盟内部对俄强硬共识正在瓦解，可能迫使布鲁塞尔重新评估乌克兰政策的可持续性。18. 叙利亚人大多不知道阿萨德倒台后首次举行议会选举。据印度教徒报报道，阿萨德政权倒台10个月后，叙利亚新政权宣布9月15至20日举行议会选举，但大多数叙利亚民众对此竟毫不知情。2024年12月8日大马士革陷落后，艾哈迈德沙拉领导的过渡政府3月颁布临时宪法，确立为期5年的伊斯兰主义政府统治。此次选举将产生人民议会210席中的140席，剩余70席由沙拉直接任命。这种半民选半任命模式引发质疑。7月27日，选举委员会才正式公布选举日期，距投票仅7周，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公民教育宣传。更令人不安的是，叙利亚仍处于战火之中，多地安全形势堪忧，数百万难民流落海外，无法投票。这与阿萨德时代的橡皮图章选举何其相似，当时议会完全服从总统意志，毫无实质权力。10月2日传出阿萨德在莫斯科遭投毒的消息，更增添了叙利亚政治的诡谲氛围。这场在混乱中仓促举行的选举，能否开启叙利亚民主新纪元，还是沦为新威权统治的合法化工具？中东问题专家指出，过渡政府由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沙姆解放组织主导，其意识形态倾向、对世俗势力和少数族裔的态度都令人担忧。任命制席位比例过高，削弱了选举正当性。若无法建立包容性政治框架并保障基本权利，叙利亚可能从阿萨德独裁滑向新的威权统治。19. 高市早苗出任日本自民党总裁，有望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据新华社等数百家媒体报道，10月4日，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尘埃落定。64岁的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在第二轮投票中以185票击败44岁的小泉进次郎156票，成为自民党历史上首位女性总裁。由于自民党在国会仍保持第一大党地位，她将在10月15日的首相指名选举中几乎确定成为日本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这位安倍晋三生前最亲密盟友、坚定保守派鹰派代表，曾3度挑战总裁宝座，2021年决选排名第3被淘汰，2024年以微弱劣势输给石破茂，此次终于如愿以偿。他接手的却是个烂摊子。石破茂执政1年内，自公联盟在2024年众议院选举丢失多数席位，2025年东京都议会和参议院选举接连惨败。高市主张修宪扩军，参拜靖国神社，强硬对华立场，与邻国关系面临严峻考验。这位安倍路线坚定继承者的上台，将如何重塑日本内政外交格局，并加剧东北亚地缘政治紧张？东亚问题专家警告，高市的保守民族主义立场可能导致中日关系进一步冷淡，韩日历史问题再次激化。同时，他积极推动修宪和军事扩张，将改变东北亚安全平衡，但其国内支持率并不高，且面临在野党强烈反对，执政基础脆弱，可能使其成为又一位短命首相。20. 巴基斯坦邀请美国建设阿拉伯海港口。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巴基斯坦正向特朗普政府提议在阿拉伯海战略要地帕斯尼建造新港口，试图在中美博弈中谋求平衡。消息人士透露，该提议已在9月底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美与特朗普白宫会晤前传达给多名美国官员。帕斯尼地理位置极其敏感，向东距伊朗仅160公里，距中国参与重大升级改造的瓜达尔港仅113公里。巴方规划将帕斯尼打造成关键矿产资源出口枢纽。
同时在加密货币、反恐、加沙和平计划等领域深化对美合作。这与巴基斯坦刚于8月底访华、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姿态形成微妙对照。中巴经济走廊，瓜达尔港一直是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报道称，美国政府尚未讨论该提议，但此举显然在测试华盛顿对抗中国在印度洋影响力的决心。这场港口外交将如何搅动南亚地缘政治版图，并考验中巴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韧性。南亚问题专家指出，巴基斯坦面临严重经济危机，急需外部投资，但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风险巨大，若过度靠近美国，可能损害与中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但若拒绝美方，可能失去援助和市场准入。关键要看美国是否愿意提供实质性经济支持，而非仅停留于战略表态。21. 科学家复活阿拉斯加永久冻土中4万年前的微生物，以研究气候变化的影响。据乌克兰真理报等媒体报道，科学家成功从阿拉斯加永久冻土层中复活了沉睡4万年的古老微生物，用于研究气候变化对冻土融化的影响。联合国环境署与国际科学理事会今年1月发布最新报告警告，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北极永久冻土加速融化可能释放长期冰封的致命病原体，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科学家在西伯利亚北部切尔斯基研究站发现，冻土融化速度远超预期，一些地区每年融化深度达数十厘米。复活的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和真菌等多种类型。科学家试图通过研究它们的生存机制来预测未来风险，这与历史教训形成惊人呼应。2016年西伯利亚爆发炭疽疫情，正是因冻土融化释放出75年前死于炭疽病的驯鹿尸体。全球约1/4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储存着巨量甲烷和二氧化碳，其融化不仅可能释放远古病原体引发疫情，更将加剧温室效应，形成恶性循环。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科学研究能否在灾难降临前找到应对之策？气候与公共卫生专家警告，永久冻土融化带来双重威胁，一方面可能释放人类从未接触过的远古病原体，且现代免疫系统毫无防御能力；另一方面，大量温室气体释放将使全球升温失控，若不立即采取激进减排措施，本世纪末北极可能完全无冰，引发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22. 大多数心脏病发作、中风和心力衰竭都有4个关键风险因素。据 New Atlas 报道，西北大学医学院与延世大学联合开展的大规模国际研究揭示了心血管疾病的惊人规律，99.6%的心脏病发作、中风和心力衰竭患者在发病前至少存在4个关键风险因素中的一个。研究团队分析了934万韩国成年人和6803名美国成年人的健康数据，锁定了4大红色警报：高血压大于等于80/120毫米汞柱，高胆固醇大于等于200毫克每分升，高血糖大于等于100毫克每分升和吸烟史。数据显示，93%的患者在首次心血管事件前已有2个或更多风险因素。其中高血压最为普遍，超过95%的韩国患者和93%的美国患者均有此症状。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是被认为低风险的60岁以下女性心脏病患者，也几乎全部具备这些预警信号。这彻底打破了心脏病突如其来毫无征兆的迷思。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2023年心血管疾病夺走近100万美国人生命，每34秒就有1人死亡，占全年死亡总数1/3。这些可测量、可控制的风险因素能否成为逆转心血管疾病流行趋势的关键突破口？心血管疾病专家强调，研究最重要的启示是这些风险因素完全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来控制。定期监测血压、胆固醇和血糖，戒烟并保持健康饮食和运动习惯，可将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80%以上。但关键在于早期识别和持续管理，而非等到症状出现才采取行动。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